九州大陆，随州剑神谷境内突然出现一大片漆黑的乌云，在那乌云出现不久，下方又发生了一场惊天的爆炸。这场爆炸震动了整座九州大陆，连大陆之外的人都听到了，而随州的人们更是亲眼看到了一道蓝色与金色交织成的耀眼光芒，在剑神谷的方向弥漫开来。而也就在那刺眼的光芒之后，剑神谷被夷为平地，准确来说，被那乌云所覆盖的所有区域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浩瀚深谷。在那深谷的范围之内，没有留下任何生命和任何建筑。这件事惊动了整座大陆，姜氏皇朝更是派出了顶尖强者前往随州剑神谷去查探那惊天爆炸的真相。最终，姜氏皇朝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场恐怖的爆炸乃为天灾。至于为何会出现天灾，就连姜氏皇朝的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对于这一说法，凡是亲眼到过那件神谷旧址，去看到过那辽阔山谷的人们，也都认为姜氏皇朝的结论是对的，因为这样可怕的破坏绝非人力能为。至少如今的九州大陆，好像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么恐怖的破坏。时间流逝，眨眼之间，距离那惊天大爆炸已经过去了2个月。2个月之后，人们还在为那惊天大爆炸而津津乐道，是茶余饭后最喜欢讨论的话题。2个月内，那座巨大的深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那深谷实在太深，使得地下之水上反，又改变了一些江河的轨道，汇集在了深谷之中，所以经过2个月的时间，那座深谷已是积水甚多，俨然快要形成了一座浩瀚的湖泊。而对于这座湖泊，人们还给其取了一个名字，那就是天灾湖。而随着天灾湖的不断扩大，深谷不断的被填满，传承了近千年的剑神谷也就此永远的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内。青州万古坟冢之内，那封印苏柔与苏美地结界旁，楚风平静地躺在一张床上，而在他的身旁，紫菱则是守在此处。义妹，楚风师弟怎么样了？一道声音响起，张天翼漫步走了过来。青龙祖师刚刚有来看过，他说楚风的身体已无大碍，相信再过几日就会苏醒了。紫菱微笑道，但是目光却依然在楚风的身上停留着。那就好，当日若不是楚风师弟，我们恐怕都要死在那里。张天翼意味深长地看了楚风一眼，只要想起2个月前在剑神谷发生的惊天一幕，他对楚风便不由自主地会感到有些恐惧，因为在那一刻，哪怕是修炼了禁忌玄功的他，也是感受到了一股致命的威胁。尤其是当爆炸结束之后，他还亲眼目睹了当时的场面，那可真叫惊心动魄。方圆几千里内尽是滚滚浓烟，感觉不到一丝生命的气息，那实在是太可怕了。因为哪怕是向来自认不凡的他，也从没想到会有人能够凭借一己之力造成那么恐怖的破坏，那可当真是毁天灭地的力量。张师兄，楚风的事没有告诉他人吧？紫菱微笑着问道。没有，我知道这种事的厉害性，若是传出去，可能会为楚风师弟引来祸端，自然不会告知任何人。此事如今只有你知我知，还有楚风师弟知，反正当日在剑神谷的人都已经死了。其实仔细想想，在那等可怕的力量之下，我能够活下来，还真是个奇迹。张天翼笑了笑，相信当时的楚风还是存在一丝理智的，若不是他要保护我们，在那等力量下，我们怎么可能活下来？紫菱笑道。是啊，张天翼赞同的点了点头，随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楚风后便离去了。当时楚风体内的力量爆发后，就连紫菱和张天翼都被惊呆了，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了楚风掌握着一种能够毁天灭地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若是被某些强大的势力知道，那对楚风来说可就是福祸难料了。因为紫菱听自己的爷爷说过，在东方海域就有这样一个可怕的势力，他们经常会采用恶毒的手段去夺取他人的力量，加以己身。这种势力虽是邪门歪道，但的确有很多，并且很多已经成了气候，是一方的主宰，没有人敢轻易招惹他们。所以当时紫菱和张天翼便临时决定，不能将楚风身上的秘密告知任何人，哪怕是楚风的家人或是青龙道人也不能告诉。其实按照紫菱的个性，当时他的第一念头就是杀掉张天翼，唯有这样才是最安全最妥善的。但是奈何他的实力不如张天翼是一方面，若是他真的擅自杀了张天翼，他也害怕楚风责怪于他，于是便没有做出这种极端的事。之后2人便带着昏迷不醒并且极其虚弱的楚风回到了这里。如今已经足足调养了2个多月，但是楚风依然没有苏醒。又过了几日时间，紫菱依然一如既往地守在楚风身旁，尽管知道楚风已无大碍，但是只要楚风没有苏醒，他的脸上便依然挂着担忧之色。终于，楚风的双眼颤动了一下，与此同时，口中也是发出了一声轻哼。楚风，楚风，你快醒一醒，不要再睡了。见状，紫菱顿时狂喜，赶忙不停地呼唤楚风，生怕楚风再睡过去。果然，在紫菱那一声声甜美的呼唤下，楚风的双眼开始缓缓张开。当他看到紫菱后，嘴角便掀起了一抹灿烂而安逸的微笑。但是当他观望四周之后，眼中却是闪过一抹迷茫，对紫菱问道：“紫菱，我们怎么回到了万古坟冢？我们不是应该在剑神谷吗？”楚风，难道你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了吗？见到楚风那迷茫的模样，紫菱柳眉微皱，脸上涌现出了一抹担心。毕竟当日楚风爆发出可怕的力量后，身体可是极其虚弱的。那个时候，紫菱曾多次潸然泪下，就是因为当时的楚风实在太虚弱，虚弱到可能随时都会死去的地步。所以哪怕现在的楚风已然恢复了，但是他也很担心楚风会不会因此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只记得剑神谷的先祖慕容峰之神识附身于剑神谷老祖的身上，之后的就记不太清了。此刻的楚风开始整理脑海中的记忆碎片，但记忆始终定格在剑神谷老祖被附体，修为从天武6重提升到天武7重的画面，后面的都记不起来了。楚风，我觉得这件事有必要让你知道，
也许能够让你对自己的力量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见状，紫菱也没有卖关子，而是将后面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楚风。不会吧？你是说我凭借一己之力将剑神谷给灭了？听的事情经过之后，就连楚风也是感到吃惊无比。不，准确来说，是你将剑神谷方圆千里之内的一切都给毁了。紫菱凝重的道。这一刻，就连楚风自己也是不由倒吞了一口唾沫。方圆千里，那是多么辽阔的一片土地，就算是用龙游9天急速飞行，也要飞行一阵。而按照紫菱所说，他当时只是一击，便将方圆千里的土地给破坏得一塌糊涂，那种威力，他完全能够想象是多么的可怕。但是楚风却是毫不怀疑的便相信了，他相信紫菱所说的一切，因为紫菱所说的金色雷霆和蓝色雷霆，的确是他如今所掌握的。而他之所以会如此震惊，那是因为哪怕他知道他体内的神雷应该会很厉害，但却万万没有想到会厉害到这种程度。对了，楚风，还有这个，相信将这些炼完，你就能够突破了吧？紫菱说话之间，将自己的乾坤袋取出，递给了楚风。紫菱，这是。打开乾坤袋后，楚风再度吃了一惊，因为那乾坤袋满满的全是玄珠，足有500万颗还要多。当日你将剑神谷给毁了，却也间接的将剑神谷那被埋藏在地底深处的宝库给轰了出来，并且连禁锢也给你破开了。之后，我又拜托张师兄将一些用不到的宝物拿出去变卖，全部换成了能够供你炼化的修炼资源。这里的玄珠可以说是剑神谷的一切。紫菱解释道。那么张师兄呢？这么多玄珠，我不能够独自享用。楚风说道。张师兄修炼了禁忌玄功，与我一样，对修炼资源的需求不大。何况他一直觉得，要不是你，当日我们都将死在哪里。所以这玄珠他一颗都不肯要，你就安心的炼化吧，快点提升到玄武7重，才能救苏柔和苏美2位姐姐。紫菱说道。而看了看身旁结界阵内所封印的苏柔和苏美后，楚风也不再犹豫，而是将这乾坤袋收了起来。这么多玄珠，按他的估计，突破到玄武7重绝对不是问题。收起玄珠后，楚风并没有急着炼化，而是先去见了见自己的家人们，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好起来了，避免他们担心。果不其然，当人们见到楚风苏醒后，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那玄者的心也总算安稳下来。之后，人们为了庆祝楚风痊愈，张天翼特意离开万古坟冢，去搜罗了一大堆美味，带回来后，又由楚月等人烹饪，弄了一顿丰盛无比的大餐。一伙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后，紫菱突然困意涌上，趴在楚风的怀里便睡着了。看着怀中的紫菱，楚风心疼不已。足足2个月，紫菱为了照顾他，几乎没怎么合过眼，哪怕是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楚风，这回终于知道你体内的神雷有多厉害了。那一日，就连本女王也是被你吓了一跳，那种力量可不该是你这种修为能够爆发出来的。终于，那沉默许久的蛋蛋开口了。当初楚风虽然神志不清，但是蛋蛋可还保持清醒，也是清晰的见证了当日的一幕。蛋蛋，那你可知道我究竟是怎么爆发出神雷的力量的吗？究竟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掌握神雷的力量？楚风迫不及待地追问道。他真的想掌握那种毁天灭地的力量。准确的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掌握。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是剑神谷的老杂毛动了你的紫菱，让你怒火中烧，杀意弥漫，而神雷的力量也是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的。那个时候你还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不过我猜你也没有印象了。所以按照我的分析，有2个可能。蛋蛋说道。什么可能？楚风追问道。第一种可能就是紫菱姑娘对如今的你来说实在太重要了，重要到你不容许任何人伤害她，是你要保护她的冲动激发了神雷的力量。另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是神雷控制了你，至少是神雷的力量影响了你的情绪，否则你不会突然说出那种野心十足的话。蛋蛋说道。那我该怎么做？楚风问道。如果是第二种，那么你就只能等待了。也许神雷真的具有灵智，如同秘技一样，什么时候彻底得到他的力量，就看他什么时候能够彻底认可你。若是第一种，那倒好办一些，让你的紫菱再受到一些伤害，由此来刺激你的怒火。不过我猜你如今这么爱他，肯定舍不得为了力量去伤害他吧？蛋蛋甜甜的笑道，似乎早已看透了楚风。当然不行，我怎么能因为获取力量而去伤害紫菱？楚风一口拒绝，神色很不好看，就如同这是一个禁忌一般。不错，这样倒是像我认识的楚风，男人的却不能因为力量而去伤害自己的女人。你要是真的这样做，我反而会看不起你。何况这只是一种猜测，相比于第一种，我倒是觉得第二种的可能性最大。这神雷的力量，你掌握多少是要看他自身来决定的。当然了，你也可以自行领悟，但是你如今的领悟力也就这样了。若想深一步的领悟神雷的力量，还是老办法，那就是需要一股助力。紫菱的天赐神力就是一种最好的助力。只要你与你的紫菱行了第一次男女之事，也许就能够让你从神雷之中获取一些新的东西。但是究竟能否成功，也只是猜测，全都是未知。说到底，想要变强，还是要靠你自己。蛋蛋笑嘻嘻地说道。我会变强的，但绝对不会去为难紫菱，更不会去伤害她。楚风坚定地说道。很好，有这种觉悟就对了。这么说吧，你体内神雷的力量太强，根本就不是如今的你能掌控的。这是一种定律，哪怕你可以再逆天，但也肯定有一个限度。太强的力量，就算你能施展，也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就如同你的精神力已然能够沟通蓝色结界，但却还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你的身体还无法承载这些力量。所以还是先别想着获得那神类的力量了，只要清楚你体内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够了。相信等你有了足够的力量之时，那神雷也会真正的为你所用。现在嘛，还是快点将那些玄珠炼化，将你的修为提升上去吧。
哪怕你之前不断锤炼精神力，如今精神力已经足以沟通蓝色结界，但是想要成功获得蓝色结界之力，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淡淡凝重地说道：“是时候突破了。”楚风点了点头，之后楚风便将紫菱抱到床上，替其盖好被子后，楚风也不远走，就坐在紫菱的身旁，开始炼化玄珠。因为玄珠太多，哪怕楚风炼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再加上沟通蓝色结界，也并非简单的事，所以楚风足足耗费了1个月的时间才算成功。1个月后，楚风不但成功的突破到了玄武七重，并且成功的获得了蓝色结界之力，还掌握了很多蓝色结界师特有的手段，比如开启结界大门，就是楚风刚刚掌握的手段。此刻，一座结界大门已是浮现而出，楚风就站在那结界大门之前，等待着淡淡的出现。而与此同时，紫菱、青龙道人、诸葛长青、楚孤羽、楚月等众人也都围拢在那结界大门的周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结界大门。所有人都很激动，甚至有些紧张，因为这里的人除了紫菱、青龙道人外，相信还没有人看见过界灵为何物，那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这实让人期待。尤其是那同为界灵师，并且还是楚风师尊的诸葛长青，更是不由赞叹，这就是蓝袍界灵师的力量，能够释放界灵，让界灵与自己一战，实在太厉害了。想不到我诸葛长青竟然如此幸运，收下了这样一位利奥德的弟子，如此年纪便能成为蓝袍界灵师。快看，出来了！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所有人都变得更加激动起来，因为那结界大门蠕动了一下，紧随其后一名绝美的少女便从那结界大门之内走了出来。这名少女实在太美了，那闪烁的大眼睛，那坚挺的小琼鼻，那粉嫩的小阴唇，那绝美的小脸蛋，简直美得让人窒息。尤其是她肌肤白皙如雪，却又晶莹透彻，散发红润光泽，身穿由黑色羽毛编织成的短裙，上露雪白双肩，下露修长美腿，这时看得人们欲罢不能。而这位自然就是女王大人淡淡。淡淡与当初楚风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一样，没有一丝改变，依然是一个甜美到不能再甜美的可人少女。不如这一刻，在场之人都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们都深深地被淡淡的美貌所吸引。论容貌，淡淡甚至比紫菱还要胜出一分；论气质，淡淡既有清纯可爱的气息，又有妩媚性感的诱惑，简直是绝对的完美，挑不出一丝瑕疵。这样完美的样貌，简直让人觉得身临梦境。因为这样完美的少女，怎么可能出现在人世之间？但是眼下，淡淡却就这样真实地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事实上，莫说是旁人，就算是多次与淡淡在精神世界内会面的楚风，此刻也同样被淡淡的美貌所惊艳到了。淡淡的美的确非人类可比，不过楚风却知道淡淡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并且别看她对自己不错，但实际上却心高气傲的，似乎从未对自己心动过，可以说从未对任何人心动过，是一个心肠不错却又让人捉摸不透的丫头，好舒服呀。淡淡走出后，先是在众人面前娇媚地抻了个小懒腰，这才背着小手俏皮地走到楚风身旁，对楚风甜甜一笑，但却并未与楚风说话，而是对楚风身旁的紫菱说道：“紫菱小姑娘，你还记得本女王吗？你的这股气息，当日在白虎山庄，是你借用楚风的身体压制了我。”这一刻，紫菱那双美眸一阵闪烁，俊俏的小脸上闪过一抹吃惊，因为当日在白虎山庄内，楚风所散发出的暗黑力量实在太可怕，至今为止仍让他心有余悸，难以忘却。那也是紫菱后来在至尊山庄遇到楚风，只是威胁楚风，却并没有杀了楚风的原因，因为他有所忌惮，忌惮的就是楚风的那种暗黑的力量。虽然后来楚风展现出的雷霆之力拥有毁天灭地之能，但在紫菱心中记忆最深刻的还是那暗黑色的力量，因为那暗黑色的力量可怕到连他那天赐神力都占领了。而这一刻，他终于知道楚风那暗黑力量是从何而来的，原来那并非是来自楚风的，而是来自楚风这位界灵的。没错，的确是本女王，不过那个时候本女王不知道楚风这家伙会喜欢上你了，所以下手重了一点。紫菱小姑娘，要怪就怪楚风吧，千万不要怪本女王哟。淡淡调皮的笑道，那种笑容绝对可以迷倒无数人。事实上，此时此刻，许多人都被她的笑容所迷惑了，哪怕是女子也不例外。我不会怪你的，更不会怪楚风，无论他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他。紫菱也很是和善的回应一笑，同样是迷人万千。这位姑娘，不知你是来自哪个灵界？就在这时，青龙道人开口了，他也同样在紫菱的身上感受到了异常强大，却又偏向暗黑的可怕气息。放肆！姑娘也是你能叫的，要叫我女王大人。可听得青龙道人之话，淡淡却是猛然怒喝一声，声音之响亮，连这坚固的万古坟冢都是一阵摇晃。与此同时，淡淡那先前还清澈的双眼，竟涌现出不可亵渎的光芒，那光芒极其可怕，不是来自于实力，而是一股气质。这样转变的淡淡，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几乎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不由得向后倒退数步。这一刻，淡淡哪里还是那个让人垂涎的小美女，俨然化身为让人惧怕的小魔鬼。就连那见多识广的青龙道人，也是面容微微一变，思索一番后，竟淡然一笑。虽然并未见过，但这种独有的暗黑气势与记载中的一样。若是我没有猜错，这位姑娘是来自那传说中的修罗灵界，果然是修罗灵界的界灵，难怪她的力量会如此厉害。听得青龙道人的话后，紫菱也是眉头微皱，清澈的眼眸之中涌现出了一些变化。原来她也早就猜测，
蛋蛋可能是来自修罗灵界。修罗灵界，那个如同传说一般，掌握着无尽黑暗之力，被誉为7灵界之中最强灵界的修罗灵界。这一刻，要数罪过吃惊的，却莫过于诸葛流云。虽说他如今的戒灵之术远不如楚风和紫菱，但是他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戒灵师，关于戒灵之术的知识还是比较渊博的，所以他自然听说过7灵界究竟是哪7个，而其中最高贵的是哪个，最高傲的是哪个，最强大的是哪个。最高贵的绝不是修罗灵界的戒灵，最高傲的也并非修罗灵界的戒灵，但要论最强大、最凶狠、最霸道的，绝对非修罗灵界的戒灵莫属。修罗灵界的戒灵之厉害，简直是所有强大戒灵师的梦想。凡是能够得到修罗灵界之戒灵认可的戒灵师，那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至少有着极为利奥德的天赋，日后会成为一代伟大戒灵师的存在。如今楚风竟然得到了一位修罗灵界之戒灵的认可，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楚风的潜力简直是无穷的。这说明楚风日后是注定要成为一代了不起的戒灵师。对于旁人来说，也许不明白修罗灵界代表着什么，但是诸葛流云却知道这修罗灵界的意义。所以此时此刻的他，那张苍老的脸上布满了震惊之色。再次看向楚风之时，目光极其复杂，充斥着无法诉说的情绪。因为楚风所具备的潜力已然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老东西，我叫你别叫我姑娘，你听不懂不成？然而就在这时，蛋蛋却是勃然大怒，居然柳眉一横，面容一变，对着青龙道人再度大吼起来：“蛋蛋，不得无礼！这可是我的祖师！”见状，楚风赶忙上前劝阻。蛋蛋的性格本就无拘无束，对他都是如此，何况是外人，他是真的害怕蛋蛋做出什么太过出格的举动。这一刻，蛋蛋本想再说什么，但是见楚风开口了，则是撇了撇嘴，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随后看了楚风一眼，说道：“真没意思，一群弱到可怜的渣渣，竟然敢对本女王如此不敬。算了，回去了。”话罢，蛋蛋娇躯一纵，黑色羽毛短裙微微摇摆之间，便化作一道流光，跃入了那道戒灵大门，消失不见。见蛋蛋就此离去，楚风感到很是无言，但却又无可奈何。毕竟蛋蛋本就特殊，也许在他的眼中，青龙道人真的不算什么，可以说根本就不入他的法眼，所以他也实在不好多说蛋蛋什么。至于其他人，那就更不敢说蛋蛋什么了。虽然见蛋蛋对青龙道人不敬，青龙宗的人多少有些不爽，但是却这时没人敢开口说什么，因为当先前蛋蛋动怒之际，他们都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可怕的气息，那就如同来自地狱的恶魔才能具备的气息，所以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蛋蛋绝对是他们所不能招惹的存在。哈哈，修罗灵界的戒灵果然够霸道。楚风啊，你小子真给老夫争气，我喜欢那丫头。青龙道人突然哈哈大笑，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是开心的样子。见状，楚风不由长舒了一口气。不管蛋蛋怎么看不起青龙道人，但青龙道人毕竟是他的祖师，所以楚风打心眼里还是很尊敬青龙道人，不希望蛋蛋惹怒了这位祖师。不过虽然担心自己的祖师生气，但楚风也同样担心蛋蛋生气，所以在大家散开之后，楚风赶忙偷偷问道：“蛋蛋，你不会真的生气了吧？我祖师并不知道你以前有多强大，他看你的样子就是一个少女，以他的年纪叫你小姑娘很正常，你要他当着这么多后辈的面叫你女王大人，才是真的难为了他。”此刻蛋蛋俏皮地躺在楚风的精神世界内，撇嘴地说道：“楚风，你太小看本女王了，本女王哪有那么小气？不过从今以后，我不会轻易出去了。有人欺负你的时候，再教我吧。还说没生气，你不是一直想摆脱我那精神世界束缚的吗？如今可以了，怎么又不出来了？你就别耍性子了。这件事是我不对还不行吗？”楚风苦口婆心地劝着，他是真的在意蛋蛋的情绪。笨蛋，本女王是为你好，别废话了，好好陪你的未婚妻吧。蛋蛋撇了撇嘴，随后天天一笑，便转过身去佯装睡觉，不再说话了。无论楚风怎么劝都没用。楚风师弟，楚风师弟！突然，阵阵狂呼响起，张天翼满面慌张地跑了过来：“张师兄，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吗？”见状，楚风则是眉头紧皱，赶忙起身询问起来。在前几日，楚风还没有突破的时候，便委托张天翼前去界州打探一下如今戒灵公会的情况，来为楚风日后前往戒灵公会做准备。而看到张天翼这个模样，楚风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好了！现在九州大陆可以说是彻底乱了。戒氏族人对外宣称，我和你还有紫菱，全都被戒灵公会暗中保护了起来，所以如今九州大陆才找不到我们。眼下戒氏族人以讨伐咱们3人为名，联合元刚宗、白藏教、逍遥谷火神们，集结100万精英大军攻打戒灵公会。如今大战已经开始，战火已然席卷整座戒州，戒灵公会寡不敌众，层层退防，如今全部龟缩在戒灵公会之内，只剩下最后的屏障。若是被大军攻陷，戒灵公会定然灭亡。因为据我所知，戒氏族人表面上是打着抓你的旗号，实际上是要彻底铲除戒灵公会这位多年的宿敌，想要将修罗鬼塔占为己有。张天翼凝重地说道：“元刚宗、白藏教、逍遥谷火神们的老祖都出山了。”楚风问道：“是的，所有天武境强者都出动了，是要灭掉戒灵公会。”张天翼说道：“他们这是孤注一掷，不成功变成人了。”楚风说道：“楚风，现在怎么办？戒灵公会被灭是小，若是那修罗鬼塔被贝界氏族人占为己有的话，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就在这时，紫菱也是走了过来，他知道楚风要如何救苏柔和苏美，所以知道那修罗鬼塔对楚风来说的重要性。这一刻，楚风并未太过慌张，反而淡然一笑：“戒氏族人以我为友，要灭戒灵公会，这场大战我岂能不参加？那我们何时出发？”紫菱已是明白了楚风的意思。现在楚风说话之间，便向万古坟冢的出口方向行去，紫菱则是紧随其后。“楚风师弟，等等我，这种事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张天翼？与此同时，张天翼也是追了过去。于是乎，楚风、紫菱、张天翼这3位，如今在九州大陆人眼中，正龟缩在界灵公会的3位天才，便向界州飞赶而去，前往那座战火纷飞的浩瀚战场。界州乃是九州大陆除汉州之外最繁华、最昌盛的一州。莫说这里的强者要比其他州的强者多，这里的百姓过的日子也比其他州过得要富裕、要自在的多。但是如今，这座其他州所向往的界州，却已沦陷为一座战火纷飞、惨不忍睹的巨大战场。界氏族人联合元刚宗、白藏教、逍遥谷、火神门4大势力，一同攻打界灵公会，爆发了近100年以来九州大陆最大规模的战争。战争几乎弥漫了界州各处，界灵公会与界氏族人等势力不断发生交锋。在他们分出胜负的同时，受苦受难的自然是那些无辜的平民百姓。高手过招威力惊人，有意无意之间，总会让那些没有修为的人惨受牵连。而对于这场会影响九州大陆势力格局的战争，身为九州大陆的霸主姜氏皇朝却并未插手，甚至并未干涉，就如同这场战争与他们无关一样，只是静守汉州之内，冷阳旁观，没有任何表示。起初，这场战争还算势均力敌，虽说界氏族人联合了其他4大势力，但是界灵公会毕竟也不是吃素的。但是奈何，界氏族人的老祖100年前便震动大陆的绝世天才，竟然出关了，并且修为已然达到了天武七重的地步。他以天武七重那不可抵挡的威严，带领100万精英大军横扫界灵公会。如今的界灵公会已是步步退缩，被逼到了老巢之中，张开了最强的结界大阵来抵挡界氏族人的大军。但是奈何，那界氏族人的老祖可不是简单的角色，以他的界灵手段，哪怕界灵公会的结界大阵再强，但被破开也只是迟早的事情。这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界灵公会的老祖又迟迟未能出关，这使得界灵公会的人们也是陷入了不安。面对生死难测的危险境地，他们毅然的通过特殊手段，将界灵公会的年轻一代佼佼者们送出了界灵公会，想让他们偷偷离开，至少他们存活下去，界灵公会就还有翻身的机会。若是他们这些年轻一代都死了，那界灵公会就当真是要灭亡。但是奈何，界灵公会还是低估了界氏族人。原来界氏族人早有准备，在专心破解结界大阵的同时，也派人守在界灵公会外的各处。所以就在界灵公会的小辈刚刚离开界灵公会不久，便遇到了火神门、白藏教、逍遥谷以及元刚宗的大军，将界灵公会的小辈人物逼入了绝地。元刚宗宗主、火神门门主、白藏教教主、逍遥谷谷主，我界灵公会本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何要如此咄咄相逼？此刻，界灵公会的副会长面容有些苍白，破烂的衣衫上也是有着些许血迹，显然经历了一场恶战。而在他的身后是徐仲宇、顾博等界灵公会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们，人数并不多，还不到100人，但这些人都是界灵公会精心挑选出的天才，所以他们绝不能出现任何意外。但是奈何，面对4位宗主级的人物，哪怕是这位界灵公会的副会长，一位了不起的蓝袍界灵师，也是有所不敌。高副会长，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与你绕弯子了。我们来此并非是为了抓楚风，就是要灭你界灵公会。你问我们原因，原因就是我们都看你界灵公会不爽，刚好界氏族人许以重金，要我们帮忙灭了你们，所以我们就来了。这么说你明白吗？火神门门主哈哈大笑道。与此同时，其他3位也同样大笑起来。之前他们对界灵公会都很忌惮，很多时候都被界灵公会牵着鼻子走，却不敢说什么。但如今他们终于能够无所顾忌，痛痛快快地与界灵公会的人大战一场，这自然让他们觉得扬眉吐气。几位宗主，不要与他们废话，快快将他们斩杀，再拿着他们的人头回去复命。我家族长定然会给予你们重谢。就在这时，人群之中一位青年男子开口了。这名男子不是别人，乃是界氏族人未来的族长界清明。界清明，你有种与我徐仲宇单打独斗，请外人帮忙，你算什么本事？徐仲宇愤怒地咆哮道。哼，徐仲宇，你不要再天真了，让我和你单打独斗，你赢得了我吗？咱们2个争了这么多年，始终未分胜负，你我都很清楚，咱们很难胜过彼此。另外，现在是真正的战争，我界氏族人要的只是胜利这个阶段，而不需要考虑中间这些过程。眼下4位宗主可以轻易地杀了你们，我界清明根本没必要与你单打独斗。界清明冷然一笑，随后又看向4位宗主，说道：4位宗主还不动手，再不快点，我族找到还好说，若是我族老祖动怒的话，就连我也将受到惩罚。听得界氏族人老祖的名头后，4位宗主级人物皆是面容一变。这些日子，他们可是亲眼见证那位老祖的可怕。虽说他们势力的老祖也都不弱，皆是天武6重的高手，比之界氏族人老祖那天武7重，也只是差上1重修为而已。但是这1重的差距可实在是太大了，天武7重真的远非天武6重者可比。高副会长，要怪只能怪你界灵公会不会做人，当初目中无人，如今就别怪我等对你们心狠了。4位宗主暴喝一声，便向界灵公会的众人发动了攻势。我与你们拼了！见状，高副会长则是怒吼一声，便爆发出自己天武5重的力量，与4位宗主交战在了一处。而在几位宗主级人物大战之际，4大势力以及界氏族人的其他高手，在界清明的带领下，则是直接向徐仲宇、顾博等小辈发动了攻势。这种情况下，小辈之中唯一能够参战的，便唯有徐仲宇一人。他手持那把扇子骑兵，散发着天武2重的气息，的确有着绝顶天才之风范。但是奈何，他面对的可是宿敌界清明，还有4大势力和界氏族人的老辈高手，所以很快便不敌陷入了危机之中。
突然，谢清明一掌轰出，狠狠地落在了徐仲宇的胸口之上。这一掌力量极重，使得徐仲宇直接大口鲜血喷洒而出，无力地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刀副会长也是不敌4位宗主的围攻，同样一声惨叫，手臂竟被斩断了一只，并且在他的身上早已是鲜血模糊，伤痕累累。副组长大人，徐仲宇大哥！见到2位主心骨被打成重伤，顾博等小辈慌张地大叫起来，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子们，更是经受不住这种打击，被吓得泣不成声。哭吧，大声的哭吧，今日就是你等的末日！谢清明的身上红光萦绕，一边杀气弥漫的向顾博等人挺进，一般疯狂的大笑着。今日的确是末日，不过不是他们的，是你们的。可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却突然在天空之上炸响。当这个声音响起之际，在场的戒灵公会之人都是恍然一惊，随后赶忙将目光投向天际。而当他们看到天空中那道熟悉的声音之后，不知为何为之大喜，因为此刻天空之上出现了一辆华丽的战车，那战车散发着磅礴的气息，正停在半空之中。而自那战车之中，3道身影正从空落下，中间的那位正是他们极为熟悉的楚风。至于在楚风旁边的，自然便是紫菱和张天翼。楚风、张天翼、紫菱3人以闪电般的速度从天而降，挡在了顾博等小辈的身前。楚风，想不到你还敢出现在我等的面前！见到楚风，4大宗主皆是神色大变，气得咬牙切齿，尤其是那火神门门主，双拳紧握，甚至连身子都在发抖，已然快要失控的模样。当初楚风用计将他引出火神门，然后趁机挖开了他火神门的祖坟，还险些将他火神门灭门，这使得他被火神门的老祖狠揍一通，并且关了很久。如今再度见到楚风，他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扒了楚风的皮，抽了楚风的筋，喝了楚风的血。不过除了火神门门主之外，还有一个人内心涌动着极浓的杀气，这人并非是其他3位宗主，而是谢清明。谢清明本就与楚风不和，当初楚风在至尊山庄，楚风曾让他当众出丑，他早就怀恨在心。后来自己的心上人紫菱看上了楚风，更使他恨意加倍。眼下自己的心上人就这样与楚风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他如何能够忍受？那种想要杀掉楚风的杀意堪称滔天，仅次于火神门门主。而看着眼前那些凶芒毕露、对自己杀机四溢的人们，楚风却不惧不怕，反而淡然自若地笑道：“当初在至尊山庄追杀我的都在了吧？不对，还差一个戒世族人的副族长。不过无妨，那个老东西的命就由你这位戒世族人未来的族长代替吧。如何？”说话之间，楚风将目光投向了谢清明，那种轻蔑的目光，就宛如谢清明已是一个将死之人。好你个狂妄的楚风，玄武7重的实力而已，就敢大言不惭地取我性命，还真以为你是九州大陆的第一天才了不成？谢清明出手了，这1年的时间内，他已然从天武1重突破到了天武2重，所以对自己的实力更加自信十足。面对玄武7重的楚风，他有着绝对的把握，能够将楚风击败。不得不说，谢清明的确很强，尤其是他身穿荆棘铠甲，那种气势简直并非普通的天武2重者能够相提并论。他如今所散发的战力，绝对堪比天武3重者。不过可惜，他面对的可并非普通人，而是被冠以逆天之名的楚风。面对谢清明那正面而来的攻势，许多人都被吓了一跳，就连徐仲宇也是眉头紧皱。但楚风却只是微微一笑，意念转动，雷霆变幻之间，气息便瞬息从玄武7重提升到了玄武9重。与此同手，他右手握拳，那巨大的修罗鬼斧出现之后，楚风的气势顿时变得完全不同。给我趴下！随后，只见楚风大臂一挥，那修罗鬼斧便化作一道半圆形的黑光，从上至下狠狠砸向了那正面来的谢清明。楚风出手的速度实在太快，且力量太强，那谢清明还没反应过来，已被修罗鬼斧狠狠地砸在了身上，只听的一声，便趴在了楚风的面前。强大的力量落下，顿时荡起一片涟漪，使得这片地表浮现出现了一座深坑。此刻，楚风站在深坑的中央，谢清明就趴在他的身前，身上萦绕着荆棘铠甲的光芒，而在后背之上，则是压着楚风的修罗鬼斧。该死！凭借荆棘铠甲的防御力，谢清明只是嘴角带血，并未受致命之伤，此刻正在双手撑地，想要努力的站起。你这荆棘铠甲倒真是一件不错的防身器物，不过可惜，我若想破的话，他还真是挡不住。楚风冷然一笑，随后手中的修罗鬼斧便再度抬起，随后又猛然落下，又是的一声，那还未爬起的谢清明便再度被楚风砸倒在了脚下。这一次，谢清明的口中喷出了一大口鲜血，就连那红芒四溢、坚不可摧的荆棘铠甲，也是在其后背处出现了大片的裂痕，就要破碎。看到这样一幕，在场之人除了紫菱和张天翼外，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谢清明是何人？那可是戒世族人的未来族长，天武2重的高手，身带骑兵的天才。这样的人物，竟在楚风的面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这着实让人们难以接受。虽说关于楚风战力逆天的传闻早就响彻九州，并非什么稀奇事，但是当他们这些早就与楚风相识的人真正见识到楚风这种逆天的时候，还是会感觉不可思议。他们震惊的不只是楚风的逆天战力，因为对于楚风的这一点，他们早就了解，甚至很是熟悉。他们震惊的是楚风这逆天的成长速度。毕竟1年之前，楚风还根本无法与天武境的人物抗衡，但是1年之后，天武2重的人都被他打得如狗一般，这也就未免太过惊人了。尤其是徐仲宇，他看到此刻的谢清明，就完全能够想象得到，若是他与楚风交手，会是什么下场。
可是1年之前，他的实力却还明明要远在楚风之上，1年之后却被楚风甩了这么远，这种事实，着实有些打击人。但是就算这个事实很让人难以接受，但是界灵公会的人都是为楚风感到高兴，为此感到开心。毕竟说到底，楚风也是他界灵公会的一份子，界灵公会能出现楚风这样一位天才，他们自然很是愿意。所以此刻最为不安的还是4位宗主，他们与楚风的积怨极深，早就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地步。而楚风这种逆天的战力以及成长速度，对他们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还是低估了你这荆棘铠甲的坚固性，看来还要再来些力度。楚风说话之间，便再度抬手，又是一斧子落了下去，再度砸在了界清明的身上，使得界清明又喷出了一大口鲜血。楚风，你小子休要狂妄，界清明少爷也是你能动的。终于，4大宗主出手了，他们自然不会让界清明在自己的面前被楚风斩杀，毕竟界清明是与他们一同出来的。若是界清明出现什么3长2短，他们也都要吃不了兜着走。轰！可就在这时，一股磅礴的气息突然在楚风的旁边涌现而出，一团团蓝色的火焰在张天翼的身上爆发开来。与此同时，只见张天翼身形一纵，便来到了4位宗主的面前，强大的威势撼动天地，直接将4位宗主压迫得跪倒在地，浑身上下瑟瑟发抖，难以支撑，更是无力站起。别人交手的时候，最好安静的看着，枉你们一个个的还是宗主，居然连这么点规矩你们都不懂。张天翼轻蔑地看着脚下的4位宗主，连剑神谷老祖正常打斗都不是他的对手，就更别说这4位宗主了。张天翼，你修炼了禁忌玄功？4位宗主也不是吃素的，一眼便看出了张天翼的蓝色火焰并非普通的武技，乃是一种禁忌的手段，否则不可能有如此恐怖的威势。禁忌玄功那种东西不是传说中的存在吗？难道世间真的存在这种功法？而听得4位宗主的话后，界灵公会的小辈们也是不由大吃一惊。楚风已经够恐怖的了，想不到这张天翼比楚风还要恐怖，竟然能够将4位宗主级人物压制的跪倒在地。张师兄，不要与他们废话，这些人当初发放通缉令，四处追杀楚风，今日也是该让他们付出代价了。就在这时，紫菱缓缓地走了过来，并且他的紫色双眸已是浮现，浑身上下萦绕着紫色气焰。只见其紫眸一闪，身上的紫色气焰便化作凶猛野兽，一口便将元刚宗的宗主吞了下去。这一刻，紫色气焰之中不断传来元刚宗宗主撕心裂肺的惨叫。而当那惨叫结束之后，紫色气焰消退之时，那元刚宗宗主竟然只剩下一副血淋淋的骨架，失去了所有生机。你这魔女！见到这一幕，火神门门主、逍遥谷谷主以及白藏教教主都慌了，因为他们4在元刚宗宗主那血淋淋的骨架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的下场。义妹，楚风师弟的敌人就是我张天翼的敌人，这剩下的人就交给我张天翼来处理吧。就在这时，张天翼微微一笑，随后那萦绕在周身的蓝色火焰便肆意开来，只是眨眼间便将3位宗主以及4大势力和界氏族人的高手全部淹没。火焰奔腾，上下涌动，而在那阵阵惨叫声中，这些先前还嚣张跋扈的人们，皆是被张天翼的蓝色火焰炼化，连个残渣都没剩下。咕噜，这一刻，那还趴在楚风身前，已然身负重伤的界清明也是傻眼了，吓得不由倒吞一口口水，苍白的脸孔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连4位宗主都这么轻易的被杀了，又何况是他？果不其然，就在这时，楚风那手中的修罗鬼斧终于再度举了起来，并且这一次，那黑色的修罗鬼斧周围萦绕着层层血红色的气焰，它所散发出的气息比先前强大了数倍，显然这才是真正的修罗鬼斧。界清明，该结束了。话罢，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便猛然落下，只听扑哧一声，那修罗鬼斧已将界清明劈成了2半。这位被誉为九州大陆第一天才的界清明，就这样死在了楚风的手中。天哪！看到这样一幕，界灵公会的小辈们一个个皆是冷汗连连，感觉背脊发寒，因为楚风、紫菱、张天翼3人的手段都着实够狠辣，狠辣到他们只能惊叹的地步。因为同为小辈中人，但这可不是他们能做到的。他们终于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年轻一代最强者。真正的小辈最强者，并非是称霸于年轻一代，而是面对老一辈的前辈高手，也能够淡然自若的迎战，甚至无情的斩杀对方。而楚风、紫菱、张天翼他们3人，显然就是真正的小辈最强者。而在一击将界清明斩杀后，楚风探手一抓，便从界清明的身上飞出2个物体，一个是乾坤袋，另一个则是一个血红色的铠甲。这铠甲乃是内甲，不是很大，但却很精致。此刻虽破开了一个大口子，但却正在自动缝合。而如此特殊的宝物，自然就是那件骑兵荆棘铠甲。楚风毫不客气地将界清明的乾坤袋以及荆棘铠甲收入了囊中。做完这些后，楚风才对高副会长以及徐仲宇、顾博等人问道：“高副会长，现在战况如何？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可真是一言难尽啊！”高副会长满脸的无奈，随后便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楚风。原来界氏族人的老祖出关了，难怪会将界灵公会逼到这种地步。得知事情经过后，就连楚风也是眉头紧皱，觉得眼下的确是形势不妙。轰！就在这时，突然一声滔天巨响传来，这个声音响起之际，界灵公会的方向绽放出一道极其耀眼的光华，甚至连大敌都是一阵微微颤动。不好，那界氏族人的老祖太强了，这样下去，我界灵公会的结界定然会被他破开的。见到这一幕，界灵公会副会长眉头紧锁，脸上布满了担忧之色。与此同时，所有界灵公会的人皆是紧张的不得了，因为在那里战斗的可全部是他们的亲人朋友，还有家人啊。
而就在这时，只见楚风大斧子一挥，竟将借清明的头颅斩下，提在了手中。随后对着高副会长等人说道：“副会长大人，您还是先带着他们离开此处吧。至于工会那边，我楚风会尽力守护。”话罢，楚风便飞身而起。与此同时，紫菱和张天翼也是紧随其后，三人在进入玲珑战车后，便向界灵工会的方向飞掠而去。而看着楚风那离去的背影，高副会长则是双眼闪烁，满面的复杂。想当初在楚风陷入危难之地时，他界灵工会并未全力来保楚风，但是如今在他界灵工会陷入危难之地时，楚风却奋不顾身地来保他界灵工会，那种愧疚难当的心情，也唯有他们这些界灵工会的高层方能理解。界灵工会这座强盛的超然势力，此刻却张开了最强的防御结界，结界上封天际，下封大地，与外界隔绝。这道结界大阵可是界灵工会历代先辈的努力成果，如今又由无数界灵师共同催动，那种防御力量当真是超出想象。然而此刻在那结界大阵之外，却有着另外一座大阵冲天而起，这是一座破解大阵。这座破解大阵异常壮观，拔地而起，竟以磅礴的结界形成了一道结界巨锤，正在空中挥动，不断的敲击那坚不可摧的结界大阵。结界巨锤每砸落一下，就会发出一声比雷鸣还要刺耳的声响，哪怕是那由无数道结界交织在一起的结界大阵，也是剧烈颤抖。眼下已是浮现出道道裂痕，并且仍在急速蔓延。这样下去，结界大阵被这结界巨锤砸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在那结界巨锤的下方，站着一名鹤发童颜的老者，他一袭黑衣无风自动，双目紧闭，神情凝重，正全力催动着这座破解大阵。他正是100年之前便惊艳九州的绝世天才，如今闭关近100年，再度出世，终于踏入天武7重的界氏族人老祖。界氏，不好了，会长大人，这样下去，大阵还没有被破开，我界灵工会就已是死伤近半了。界灵工会内，数名当家长老围绕着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而这位老者正是界灵工会的会长。界灵工会的会长刚自老祖闭关之地出来，他看到大阵正在被界氏一点一点的摧毁，而那些催动大阵的界灵工会高手们也是无法抵挡界氏的力量，许多人已是口吐鲜血，失去了战力，更有甚者更是直接毙命。让大家继续坚持一下，老祖快要出关了，只要再坚持1个时辰即可。界灵会长说道：“1个时辰，这样下去，恐怕连半个时辰都坚持不下去了。”诸位长老满面为难，坚持不了也要坚持，坚持住了，我界灵工会就有救；若是坚持不下去，大阵被破开，我界灵工会就将灭亡。会长怒了，身形一纵，竟然也是加入了催动大阵的阵容当中。面对这种情况，诸位长老也是没有办法，皆是紧随其后，全部加入了催动大阵的阵容中。然而界氏的结界巨锤实在太过凶猛，眼下破阵已是大势所趋，哪怕是界灵工会的会长加入催动大阵的阵容，也同样是难以补救什么。哼，界灵工会，你与我界氏族人敌对了这么久，今日就是你等付出代价的日子。界氏族人的现任族长界兴鹏冷笑着看着眼前的一幕，与此同时，在他身后，火神门老祖、元刚宗老祖以及白藏教何逍遥谷的老祖皆是嘴角带笑，他们与界灵工会皆是不和，尤其是在界氏族人的蛊惑下，与界灵工会早就势不两立，形同水火。所以只要那结界大阵破开，他们这100万精英大军就会进入其中，大开杀戒，杀的界灵工会片甲不留。可就在这时，在界氏族人那100万精英大军之中，却突然传来阵阵轰鸣，与此同时，数道惨叫也是随之传来。回头观望，界兴鹏以及其他4座势力的老祖皆是神情大变，因为1辆战车已是杀入他们的大军，并且还有3道身影正在大开杀戒。这是2男1女，楚风和紫菱他们都不陌生，而另外一位手持神木剑的青年男子，他们想都不用想，已是知道，定然是张天翼。界灵工会成员楚风前来守护工会，敢犯我界灵工会者，今日必诛。楚风舞动修罗鬼斧，出手异常狠辣，每招每式必定取人之性命。他一边杀戮一边大喊，很快便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这个小畜生竟还敢出现在我面前，看老夫不活活掐死他，以服我先祖之灵。见到楚风，火神门门主最先暴怒，滔天火焰汹涌而出，夹带着天武6重的气息，便向楚风飞掠而去。与此同时，元刚宗、白藏教、逍遥谷的3位老祖级人物也同样向楚风急速飞掠过去，并且发动了极强的攻势。谁敢动我楚风师弟，就是要与我张天翼为敌。然而还不待那4个老祖级的人物靠近楚风，那手握神木剑、散发蓝色火焰的张天翼便拦在了4位老祖的身前，并且发动了一场凶猛的攻势。可恶，这个小辈只是天武3重，怎么可能拥有压制我等的力量？这一刻，先前还杀气冲天的4位老祖皆是面容大变，因为面对此刻的张天翼，他们竟然异常无力，皆被张天翼压制，甚至陷入了危险境地。4个老东西，休要大言不惭，想杀我楚风师弟，你们就等于是犯了死罪。张天翼攻势越来越猛，剑光上下纷飞，火焰四下涌动，将一片天空都是打得不断颤抖。4位老祖级人物根本无法抵挡张天翼，我等于你并无过节，希望今日之事你还是不要插手为好，否则若是惊动了我族老祖，哪怕是100个你也不够死的。就在这时，界氏族人的现任族长界兴鹏出现了，虽同为天武6重，但是他的实力可是要比那4位老祖还要强悍。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是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强大的蓝袍界灵师。但是面对张天翼，他也是有所顾忌，因为凭借着敏锐的精神力，他能够意识到张天翼的力量还要在他之上。我说了，楚风师弟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敢动我楚风师弟者，
我张天翼皆要斩之。有种就叫你那老祖出手。我张天翼也正想领教一下100年之前便震动大陆的人物。张天翼冷哼一声，猛然一剑正面刺下。见状，谢兴鹏也是神色一变，意念转动，赶忙在其身前连续布置了10道结界，以来抵挡张天翼的攻势。可是张天翼的神木剑却是势如破竹，只是一剑便将10道蓝色结界一一击碎，直奔谢兴鹏的咽喉。怎么可能？他的力量竟然强悍到了这种地步！这一下，就连谢兴鹏也是慌了，因为张天翼的力量比他想象中还要强，独自一人就能压制他与4位老祖。而眼下，他界氏族人的副会长戒严，竟也被紫菱完全压制，眼下已是危在旦夕，正在对着他大呼救命。至于那剩余的100万精英大军，虽然修为都是不弱，但是却没人是楚风的对手。楚风手持修罗鬼斧，正在大开杀戒，这样下去，还不带着界灵公会的结界为攻破，他们这集结了5座势力的精英大军，就将被楚风一人摧毁。这种情况下，谢兴鹏也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大嘴一咧，仰天咆哮，高呼一声：“老祖救命！”谢兴鹏的一声呼喊，如雷霆一般响彻在了这片天空，就连结界之内的人们也是能够听到一些余音。这样的一声呼救，使得那位界氏族人的老祖级人物界氏猛然睁开了双眼，将目光投向了谢兴鹏的方向。这一刻，张天翼顿时身体一颤，因为他感受到的可不只是界氏的目光，还有2道无形的利刃穿透了他的身体，他的一切都被看穿了，并且真正的感受到了界氏的可怕。楚风，弟妹，快逃！只是在一瞬间，张天翼便已冷汗连连，赶忙高呼一声，便向楚风所在的方向飞奔而去。而紫菱也不怠慢，催动着玲珑战车便来到了楚风的身旁。这一刻，3人如同早就计划好了一般，嗖的一下直接进入了玲珑战车之中。在进入玲珑战车之后，3人合力一同催动，这使得玲珑战车的速度提升了数倍。但是3人却并未逃脱，而是再度飞入了100万大军之中，以玲珑战车的骑兵之威展开杀戮。哪里来的3个小鬼，竟敢与我界氏族人作对，真乃找死！界氏眉头微皱，仰天咆哮一声，便飞出那座磅礴的巨斧结界阵，夹带着颤动天地的威势，向玲珑战车飞掠而去。老东西，天武7重变了不起吗？有种来追小爷试试看，能追到小爷，算你厉害！玲珑战车内传来楚风一声充满嘲讽的咒骂之后，便冲出人群，围绕着界灵公会飞掠起来。今日不杀你，我就不叫界氏。界氏是何等人物？被楚风这样的小鬼咒骂，自然是怒火滔天，隔空便是一拳。这一拳轰出，天力涌动，如同倒射的流星一般，连天空都是被轰出了一道大窟窿。但是奈何玲珑战车的速度不但极快，并且极其灵活，一个漂亮的空中急转弯便躲开了这一拳。紧随其后，玲珑战车内又传来了楚风、张天翼以及紫菱3人的声声咒骂。于是乎，天空中便出现了一位老者追着一辆战车，围绕着界灵公会不断发动攻势的一幕。而在界氏前去追杀楚风3人之后，那道结界巨斧阵也是因为没有了这位顶尖强者的催动而停缓不动，这也就使得界灵公会的最强大阵暂时避免了被攻破的危机。怎么回事？那界氏怎么突然停止了攻击？还有，此刻外面怎么传来声声咒骂？这个声音好像是在骂界氏，是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骂他？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界灵公会的高手们一个个的摸不清头脑，满面不解。但是他们却因此而感到高兴，不因为别的，只因至少暂时他们摆脱了危机，奋战了数个日夜的他们终于能够松一口气。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界灵会长也是面容微变，命人前去查探，因为他可不觉得界氏那样的老狐狸会无缘无故的停止攻击。而很快的，便有几位高手飞到大阵边缘前去查探。当他们赶回之时，无疑不是面带喜悦，却又满是复杂的情绪。其中一位老者对界灵公会恭敬地汇报道：“会长大人，是楚风，是楚风和紫菱以及张天翼在催动一辆战车，引开了界氏，这才使得他无法继续催动大阵来破解我会的结界。楚风，竟然是他！”听得此话，界灵会长的神情也是不由大变，紧随其后脸上涌现出了难以言表的复杂之色。良久之后，他才释怀地说道：“想不到在我界灵公会生死存亡之际，会是这位少年冒死相救，看来之前对他的帮助都是值得的。相反，还远远不够。”此时此刻，界灵公会的之外，不论是天空还是地上，都不断传来阵阵轰鸣，一道道可怕的破坏不断在天上地下炸响。与此同时，还响彻着楚风3人那极其难听的咒骂声，并且这种咒骂伴随着轰鸣的声音，眨眼之间已经响彻了足足1个时辰有余。这种情况下，界氏越来越愤怒，因为他不甘心被几个小鬼耍得团团转，所以干脆不管界灵公会，而是一直追着楚风3人乱转。至于那100万精英大军，也是颇为无奈，连这位天武7重的绝世强者都拿楚风3人没办法，又何况是他们？眼下他们连催动那巨斧结界阵的实力都不够，也只能站在地上看热闹。老杂毛，你也不怎么样嘛？看来你闭关这100年，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吧，根本也没看你强到哪里去啊！没错，我看他这岁数都活到了狗身上，还100年前被震惊大陆的天才。我呸！我要是修炼100年，随便放个屁都能把你崩死。楚风和张天翼骂得极其难听，并且越骂越高兴，因为他们就是要让界氏动怒，他们就是要拖延时间，能多争取1分是1分。他们虽然不知道界灵公会的老祖什么时候才会出关，但他们这样做，至少能够为界灵公会那1000万成员多争取一些存活的机会。3个无知的小鬼，休要以为老夫不知道你们的意图，但是与老夫我斗，你们还是太难。
突然之间，那界势竟然停在半空不动，他双手叠加，打出了一道奇异的手印，紧随其后层层能量涟漪自他的身体扩散开来，一道磅礴的结界大阵便浮现而出，竟将整座界灵公会笼罩在了其中。与此同时，楚风三人也同样被关在了这里。不好，这老东西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布置了这样一座磅礴的大阵，封锁住了我等的退路。见到这一幕，对界灵师不是很了解的张天翼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脸上涌现出一抹恐惧，因为他知道他们三个哪怕全力催动这玲珑战车，但也绝对不会是那界势的对手。这界势比只当初见神谷的那位老祖可要厉害的多，是真正的天武七重，并且战力可是比普通的天武七重还要强悍得多。毕竟他的天才之名并非空穴来风。不要慌，不过是一座封闭大阵，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逃脱。凭借我这玲珑战车的速度，他还是休想追上我。紫菱自信满满的道。可就在这时，那座结界大阵一阵蠕动，紧随其后竟爆射出无数只参天大手。那大手乃是由结界凝聚而成，散发着坚不可摧之力。最主要的是，那参天大手几乎密布各处。这下楚风三人当真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等待他们的只有被捉住的命运。这一刻，就连先前还淡定自若的紫菱也是神情大变，紫色的眼眸之中涌现出无比的吃惊，惊呼道：“莫非这是传说中的万手擎仙阵？”万手擎仙阵，楚风不明觉厉地问道。这万手擎仙阵乃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束缚阵法，被困在其中，几乎无人能逃。可是这万手擎仙阵对界灵之术的要求又非常之高，据说非紫袍界灵师无法布置，若是有蓝袍界灵师能够布置，那说明此人的结界造诣极高，并且已经无限地接近了紫袍界灵师。紫菱解释道：“这么厉害，那我们此刻岂不是要大难临头了？”这一刻，楚风也是眉头微微皱起，目光中涌现出层层不安。听得紫菱的一番解释后，他已经知道这界势有多厉害，那可是一位无限接近紫袍界灵师的存在。这样的人物，再加上天武七重的修为，当真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果不其然，就在这万手擎仙阵刚刚成型之际，数只参天巨手便自四面八方而来，将楚风三人所在的玲珑战车抓在了其中。这结界巨手的力量极强，哪怕是楚风三人全力催动，也是无法使得玲珑战车摆脱其中。而就在这时，那界势已是飞掠而来，手掌探出，层层天力便凝聚成一只天力巨手，一把将玲珑战车握在了手中。这一刻，楚风三人能够感觉到层层磅礴的天力正在不断挤压玲珑战车，显然似是那件事想要破开玲珑战车的骑兵之威，将他们三个从玲珑战车内剥夺而出，好将他们就地正法。这种情况下，楚风三人已是没有退路，只能将全部力量灌输到玲珑战车内，来增强玲珑战车的骑兵之威，以来抵挡界势的力量。因为只要他们躲在玲珑战车内，就还尚有一线生机，但若是离开了玲珑战车，那就等于是必死无疑。三个无知的小鬼，休要以为躲在骑兵内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今日我就让你们与这骑兵一同化作飞灰。界势狂笑连连，随后大手猛然一挥，那天力凝聚的参天巨手便随之舞动，从天而降。随后只听轰的一声，便将玲珑战车狠狠地砸在了地上。紧随其后，他又是不断挥动巨手，竟不断地将玲珑战车砸向界灵公会的最强大阵，想通过自己那绝对的力量将这件骑兵砸碎。而面对如此疯狂的界势，面对他那强大无匹的力量，哪怕是楚风三人也无法抵挡这种恐怖的冲力，在玲珑战车内不断翻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过骑兵毕竟是骑兵，哪怕这界势力量再强，但也不是他说想毁能变毁的。哪怕是想要破开玲珑战车，与楚风三人的关联也是做不到。这种情况下，界势也是彻底怒了。经过一番挥舞之后，他竟然身形一纵，进入了自己所布置的巨斧结界阵之中，并且将玲珑战车摆放在那巨斧结界正对着的最强大阵之上。他竟要催动那恐怖的巨斧来劈开玲珑战车。糟了，他这巨斧结界的威力实在太强了，若是被他击中，恐怕我这玲珑战车还真的无法承受，会被他砸成粉碎。紫菱满面惊恐地说道：“不会吧，你这可是骑兵啊，骑兵会这么脆弱吗？”张天翼不敢置信地问道：“骑兵再强势也是兵器，面对绝对的力量，自然难以抗衡。这界势的巨斧结界阵，连界灵公会者集结了数代先辈的最强结界大阵都能够破开，又何况是我们三人催动的玲珑战车？”向来淡定的紫菱，这一刻也是满面的愁容，因为他能感受到那巨斧结界阵有多强大。若是这玲珑战车由他爷爷那样的高手来催动，绝对不会被这巨斧结界阵击破。但若是他们三个催动，恐怕眼下还真是要大难临头了。三个无知的小鬼，受死吧！界势站在大阵之中，发须以及衣袍无风自动。只见其暴喝一声，那由磅礴结界凝聚成的巨斧便向楚风三人所在的玲珑战车劈落而下。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最强结界竟是一阵蠕动，随后那坚不可摧的结界竟然如同水波一般，将玲珑战车吸入了结界之内。也就在这时，那结界巨斧也是猛然落下，直接将那最强结界大阵砸成了粉碎。哈哈，终于破开了！见到那护住界灵公会的最强结界终于被破开，界氏族人联合四大势力组成的100万精英大军皆是狂喜，这老家伙终于出事了。然而那催动巨斧结界阵的界势却是眉头微微皱起，因为他知道并非是他的结界巨斧阵将界灵公会的最强大阵破开了，而是有人将那最强大阵解开了。空果不其然，就在那最强大阵刚刚消散不久，一股磅礴的气息便自界灵公会内爆发而出，强大的气息铺天盖地，除了界势之外，100万精英大军的任何人
都是难以抵挡这股气息，被吹得连连后退。有的人干脆被吹出数十里。而就在这股气息出现的同时，一位身穿白衣的老者也是出现在了天空之上。这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100年之前便与界势不分上下，被誉为绝世天才的人物——界灵公会的老祖顾天辰。如今的顾天辰散发的气息丝毫不比界势弱，显然他也是踏入了天武七重的境界。顾天辰终于肯露面了吗？你我的大战拖延了这么久，今日也是时候做个了断了。见到顾天辰，界势竟然冲天而起，狂笑不已，似乎并未因为顾天辰的出世而太过担心，相反还很是开心。而对于界势所说之话，那顾天辰却是不予理会，而是转过身来，将目光投向他的身后。在他的身后，玲珑战车就悬浮在半空之上，而楚风、紫菱、张天翼3人已是自玲珑战车之内走出。顾天辰先是打量了一下楚风3人，随后这才满面感激的道：“3位小友，辛苦你们了，今日的恩情我界灵公会记在心中，日后定会相报。不过眼下还请3位小友退后，老夫要大开杀戒了。”话罢，顾天辰猛然转身，那先前还和善的双眼顿时爆射出2道如利刃一般的光芒。与此同时，他的上方竟然出现一片乌云，乌云之中雷光四射，异常可怕。但是最可怕的是，在那滚滚翻腾、满是雷光的乌云下方，竟出现了4道巨大的界灵大门，并且4只面目狰狞、体型巨大的界灵已是自那结界大门之中跨越而出。